王子服是莒的罗店人，自小聪明灵慧，14岁就考进了学校，是乡里人眼中的少年才俊。只是命运待他并不算温柔，父亲早逝，家中一切全靠母亲一手撑起。母亲惜他如掌上明珠，平时总不让他随意在外游荡，生怕他交了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，或者惹下麻烦事。他早年与萧氏定了亲，两家亲事虽未成婚，但算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不料萧氏未嫁先逝，年纪轻轻香消玉殒，这桩婚事就此作罢。母亲虽暗暗忧心他的终身大事，但见他专心读书，也就没有急着再替他寻亲。直到那年的上元节，城里张灯结彩，家家户户门前挂起了彩灯，街巷间人潮涌动，热闹非凡。正月的夜风带着些微凉意，却被满城的灯火和人声轰得温暖。街上的女子们结伴而行，谈笑声此起彼落，仿佛整个小城都被这节日的喜悦包围。这晚，舅舅的儿子吴生特意来找王子服，要拉他出城去赏灯。王子服虽然平时不常出门，但架不住表兄一再催促，也就跟着走了。两人刚到村外，却遇见舅家的仆人匆匆赶来，说家中有急事要吴生回去。吴生只好跟着仆人离开，临走还叫王子服自己随便逛逛，别扫了兴。王子服便一个人顺着村道闲走，路灯摇曳，四周的声音像是被节日染得轻快。他慢悠悠地走着，正东张西望间，一个画面忽然定住了他的视线。一位女子正与婢女并肩走来，她手中捻着一枝梅花，花瓣在灯光下泛着幽白的光。她的容貌明艳动人，眉眼间带着天然的笑意，那笑容明亮的仿佛能融化夜色，笑声清脆婉转，如同山泉落石，让人忍不住多听几分。王子服只觉眼前一亮，竟忘了避让，目光紧紧随着他移动，仿佛这世间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入眼。女子从他身旁走过几步，忽然回头对婢女笑道：“这家伙眼睛亮得像贼似的。”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与俏皮。说罢，他将手中的梅花随意一抛，花枝轻轻落在地上，然后转身笑语间走远了。王子服怔怔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抹背影渐行渐远，才慢慢弯腰捡起那枝梅花，指尖触到的地方还残留着花的清香，心里忽然像被掏空一般，空落落的。他带着这枝花回了家，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枕头底下。从那一刻起，他整个人像是丢了魂，饭不吃，觉不睡，满脑子都是那张笑靥。闭上眼，他的笑容就在眼前晃动，连梦里都在追逐他的身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越来越消瘦，眼窝深陷，浑身没了力气，活脱脱像个病入膏肓的病人。母亲见状又急又怕，请神拜佛，焚香祈福，还请来医生开药抓方，可无论怎么折腾，他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。母亲坐在床边问他到底怎么了，他只是摇头不语，这份沉默更让母亲焦急。恰好这时吴生来探望，见他气色这般，便守在床边和他说话，从闲话扯到近况，终于把他的心事一点点撬开。王子服眼圈微红，低声将元宵夜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，甚至连女子丢花调笑的语气都原封不动地学给吴生听。末了又苦笑着求他想办法找到这位女子，若能撮合成亲，便是救了他的命。吴生听罢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你这点心思倒也不难办，看她的打扮与举止，不像世家小姐，若还未定亲，自然可提亲。即便已许人家，只要拿得出重礼，也未必不成。只是你得先把身子养好，这才有力气谈亲事。”王子服听了，心里稍稍安定，开始勉强进些饮食。吴生离开后四处探访，可是过了好几天，仍然毫无消息。又过了几天，吴生神秘兮兮地回来，眉开眼笑地告诉他找到了。你猜是谁？竟是我姑母的女儿，也就是你的姨妹，如今还未出嫁。她住在西南山区，离这里30多里路。王子服一听，喜形于色。虽说姨妹之间论亲有嫌，
但他此刻满心想的只是能再见到他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天都要把枕下的梅花拿出来看一看，凝神端详，仿佛能透过这只枯花看到他的影子。身体渐渐好转，脸上也恢复了些血色。他本以为很快就能见到他，可等了许久，无声始终没有带来进一步的消息。王子服心中着急，想着30多里的路又不算远，何必总仰仗别人？一个念头涌上心头，他决定自己去找。这天清晨，他把那只梅花小心揣进袖子里，没有告诉母亲，悄悄出了门，一路向南，走过平原，越过丘陵，眼前群山逐渐连绵起伏，空气清凉清新，四周静得只能听见鸟鸣和脚下的草叶声。走到一条山谷时，他看见谷底花木扶疏，见或露出几间屋顶，隐约有炊烟在树间升起。顺着小路下到谷中，果然是一个小村子，房舍不多，却收拾得整洁雅致，像是画卷中的景致。他沿着村路向北走，来到一户人家门前，院门外柳树成荫，墙内桃花杏花竞相开放，几竿修竹在春风中摇曳，鸟鸣此起彼落，眼前的景象美得让他不敢随意踏进去，生怕破坏了这份静美。他转过身，看到对面一户人家门口有一块光滑的大石，便走过去坐下，想歇一歇脚。忽然墙内传来女子的呼唤声，小荣，声音娇柔清脆，像一缕清风撩过心口，令他心头猛地一跳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少女从东边小径走来，手里捏着一枝杏花，低着头正要插在发间。抬眼之间，他看见了王子服，脚步微微一顿，唇角勾起笑意，明亮的眼睛望了他一眼，便转身走进院门。王子服愣住了，这不就是那天元宵夜里手捻梅花笑语嫣然的女子吗？心跳瞬间快了起来，喜悦和紧张交织，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他不忍离开，便在门外来回徘徊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他几次瞥见女子在墙内探出半张脸，眼神里带着好奇，像是在打量他为什么一直不走。正当他不知是该敲门还是再等等时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妪推门走了出来，见他一副站了很久的模样，惊讶地问：“你从早上就在这儿等到现在，是在找谁？肚子饿不饿啊？”王子服忙说自己是来探亲的。老妪眯起眼打量他，又摇摇头笑道：“连亲戚姓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哪门子的探亲？不如先跟我进去吃点粗饭，明天再问清楚也不迟。”王子服心里暗喜，能借此进到院中，离那女子更近一步，自然求之不得，于是毫不犹豫地跟着老妪走了进去。王子服跟着老妪走进院子，脚下铺着洁白的石板路，两旁红花片片落在台阶前，像是有人特意铺成的迎客毯。曲折的小道引着他继续往里走，拐过一处影壁门，又开了一扇木门，眼前豁然开朗。院子中央架着几道斗篷，棚上绿藤垂垂，花架间点缀着各色花朵，随风轻摆，宛如一座花园仙境。屋里的墙壁粉白如雪，映得窗外探进来的海棠花更显嫣红。榻上铺着干净的被褥，整个房间透着一股雅致的清香。王子服刚坐下，便察觉窗外似乎有人影闪过，那是一双好奇的眼睛，正从花枝间偷看他。老妪抬起头朝窗外喊了一声：“小荣，快去做饭。”外头立刻传来一声应答，声音脆快，动作也很利落，但那眼神却像藏着什么秘密，转瞬间便消失在窗外的花影之中。闲聊之间，老妪忽然问王子服的外祖是不是姓吴。王子服点了点头，说确实如此。老妪神情一变，带着几分惊讶，又像早有预感似的，说自己就是他的姨母，只是语气里透出些含糊，像有话没明说。他接着提起英宁是他养在身边的庶女，从小天性爱笑，不知愁为何物。不多时，小荣端着饭菜进来，饭团捏得小巧精致，还热气腾腾。老妪招呼王子服用餐，然后吩咐小荣去把英宁叫来见客。没多久，门外先响起压不住的笑声，那笑声像银铃一样清脆，
一下子便穿过花架和墙壁，撒进屋子里。小荣推着英宁走进来，英宁掩着嘴，眼角眉梢全是笑意，连院子里的花草似乎都因他的笑声而轻轻摇曳。小荣和老妪也被逗得忍不住弯了眉眼。老妪瞪了英宁一眼，责备他有客人来却不知收敛。英宁才勉强行了个礼，可唇角还在忍不住上翘，像是下一刻就要仰头大笑。王子服望着他，眼神里的爱慕几乎要溢出来。老妪说英宁16岁，和王子服的年纪正相仿，只是算起来有亲戚的关系，婚事上多少有些不便。英宁听小荣低声打趣王子服看他的眼神，忽地笑得更欢，转身就说要去看碧桃花，说完便轻快地跑出去了。老妪安排王子服在家中住上几天，说后院有个小园子，可以散心赏景，闲时还可以读书。第二天，王子服依言来到后园，那是一片半亩大小的草地，平整的像一张翠绿的毡毯，杨花轻轻飘落在小路上。3间小屋隐在花木深处，四周静谧温暖，连空气都带着花香。忽然，头顶传来树叶颤动的声音，他抬头一望，只见英宁正坐在树枝上，笑得花枝乱颤。他一边往下爬，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，脚一滑，竟从树上摔了下来，落地时笑声才稍稍停住。王子服忙上前扶住他，手指不经意地碰到他的手腕。英宁被这一触又笑得直不起腰，靠着树干才能勉强站稳，那笑声像是能把周围的空气都染得轻快起来。王子服忍不住也跟着傻笑，他从袖子里取出那只枯梅花递给他，英宁一眼认出那是元宵夜他随手丢下的，便问他为什么留着。王子服坦白说，自从那天见到他后，自己便思念成疾，日日想着他的笑。英宁眨了眨眼，似乎有些不明白。王子服便说，自己爱的不是那枝花，而是拈花的人，想与他结为夫妻。英宁却天真的回道，我可不习惯跟陌生人睡一起。说完又笑了起来。正说着，小荣忽然走近，英宁竟毫不在意地朝老妪喊，大哥要我跟他睡。王子服脸上一热，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忙说这是私下话，不该乱讲。英宁不解，反问睡觉是常事，有什么好瞒的？王子服一时语塞，只觉得他单纯的像一张白纸，想解释也不知从何说起。这时王子服的家人因为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，急得四处寻找，根据无声的指引找到了这座村子。老妪听说后很高兴，说既然是自家亲戚，就让英宁跟着王子服回去，还叮嘱他们先到姨家多住些日子，学学诗书礼仪。回到王家，母亲见英宁长得秀丽端庄，便问她的身世。英宁说自己是秦氏的女儿，并非老妪亲生。母亲细细端详她的面容与痣缀，觉得与已故的姐姐相貌几乎一模一样，可那位姐姐早已去世多年，怎么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女儿？无声来访听到这番话愣住了，随即说出了真相。当年秦氏的丈夫曾遭胡遂侵扰，最后病亡，家中却出现一个女婴，取名英宁。后来有人请来天师贴符驱邪，狐狸带着婴儿离开，从此杳无踪迹。王子服和母亲听得目瞪口呆，而英宁只是笑着，不做否认，也没有解释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毫无关联。过了几天，吴生又特地回到那座村子去探查，却发现原本的房舍全都不见了，只剩山花凌乱地开在荒草间，空无一人，像是那里从来没有过人家。英宁搬进王家后，与家中其他少女们很快熟络起来。她天真直率，言语不多，却总是面带笑容，那笑容像春风一样，轻轻吹散人心头的阴霾。她的手艺又十分巧，针线细密，绣花编物，做小饰品都得心应手。王母看在眼里，心中暗暗喜欢，常在旁人面前夸她是个乖巧伶俐的好姑娘，但同时又觉得她的神态举止间总透着一丝说不出的不同寻常。英宁性子单纯，可一旦碰到花草，整个人就像变了模样。她对花痴迷的近乎偏执，
院中只要有1寸空地，都要种上花。开始时只是修修剪剪，不多久便暗中卖掉了自己的一些首饰，换来稀奇的花种。王母虽然心疼，但见他种的用心，也没多追究。不过数月功夫，王家的院落就被他打理得花团锦簇，满院芬芳，连墙角的阴地里都冒出了鲜嫩的花苗，整个院子像是一片小小花海。院子后方有一架木箱藤蔓沿着棚子延伸，正好搭到隔壁人家的院墙。王母多次叮嘱他别爬过去，说这样既不妥当，又有失体统，还怕出意外。英宁嘴上总是笑着答应，转过身却又轻巧地翻上架子，伸手去摘那边垂过来的花朵。这天，西边邻居家的少年恰好抬头，看见他半蹲在架子上采花。英宁低下头，唇边带笑，抬手指了指墙角的一处枯木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古怪的亮光。少年见状，心中一热，以为他是在暗示幽会的地点，暗暗记在心里。夜幕降临，月色如水，那少年悄悄摸到墙角，伸手探向枯木底下的一个水鳞鞘。忽然一阵尖锐的剧痛从手臂窜上心头，他猛地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向后踉跄倒地，身子蜷成一团，额上瞬间渗出冷汗。邻居的父亲听见声音，急忙提着火把跑过来查看，只见那鞘口中蠕动着一只巨大的毒蝎，通体乌黑，鳌足张开，足有小蟹般大小。老汉抄起木棍，一下将蝎子打死，却见儿子已经疼得说不出话，脸色惨白如纸。折腾到半夜，少年毒发身亡。邻居悲痛之余，气急败坏地告到县里，直指王子服家中藏有妖物害人。县令一向敬重王子服的为人，知道他是个清白正直的读书人，心里不信这等指控，但案例仍需审讯。眼看林翁就要被杖责，王子服不忍，出面替他求情，这才免了刑罚。事情过后，王母板着脸将英宁叫到面前，斥责他行事太过莽撞，说这次幸亏遇到明理的县令，若换成严苛的官员，不止全家要受牵连，连他自己也难保清白。英宁低下头，笑意不在，轻声应了句：“我知道错了，从今以后不会再笑。”自那天起，他真的收起了笑容，再怎么逗弄，他都只是淡淡的应付，眼神里却多了一抹说不清的忧色。那神情像是在努力学着人间的规矩，将自己原本的天性小心压在心底。一个月夜，王子服见他坐在灯下，手中针线停在半空，眼角微微泛红。他走近问他怎么了，英宁抬头看他，眼泪忽然滑落。他低声道：“我有件事，原本不敢说，怕你听了心中有疑，如今我想该告诉你了。我并非人类父母所生，而是狐狸的孩子。自我记事以来，一直由狐母抚养，10多年来待我如亲生。如今我有了安身之处，却总记挂着他。他孤零零葬在荒山，无人祭奠。他曾恩养于我，我不愿他独自凄凉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将他与我生母秦氏合葬，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有慰藉。”王子服听后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。第二日，夫妻2人依英宁的指引，翻过几道山坡，来到一片荒草间。英宁停下脚步，指着一处乱石丛中说：“就在这里。”他们合力清开杂草，赫然见到一具遗体，形貌竟与生人无异，肤色面容都栩栩如生，仿佛只是沉睡。王子服心中震撼，连忙与英宁小心地将遗体移回，与秦氏的坟合葬。当晚，王子服梦见一位容貌慈和的妇人前来道谢，声音温婉，言语中满是感激，还说英宁能嫁给他，是他此生最放心的事。次日，英宁对他说，他昨夜也梦见了母亲，只是怕他心中惊惧，所以没有当时就提起。他还笑着补充，自己身边的婢女小荣其实也是狐狸，从小陪伴照顾他，后来嫁人离开，如今日子过得很好。自此以后，每逢寒食节，夫妻俩都会备上贡品，亲自登秦氏墓祭拜，年年如此，从不间断。又过了1年，
英宁诞下一子，这孩子生得眉眼俊秀，怀中不怕生人，见到谁都会咧嘴笑，笑里带着一丝狡黠与无邪，与年轻时的英宁如出一辙，仿佛把他当年用笑容藏起的一切深情与灵气又带回了这人世间。作者在故事结语中说道：看英宁那副整天傻笑，好像没有心机的样子，其实墙下那场恶作剧心思可精得很，到了他想念养母的时候，居然能把笑声换成哭声。这英宁的真心与性情或许全都藏在笑容里了。听说深山里有一种叫笑蚁呼的草，闻了它的香味就会忍不住一直笑，若是在房中种一株，夫妻便能开怀忘忧，根本不在乎对方的容貌。至于世上那些会说话的美人花儿们，我倒是嫌她们太矫揉造作了。